弟兄们，赶快去跟我攻打木谷寨啊！哎，你们，哎呀，我是大清的梁王啊！你们。 你也敢称你是大清的梁王？平西王，千万别误会啊！我这是不会误会的。你竟敢到我的大园行刺于我，并捉拿我的王妃作为人质，献给朱由榔君臣，在木谷寨设伏，残害我大清官兵，背叛我大清皇上。 哎，平西王殿下，你千万不要误听谣传呐！我孙敏宗对大清绝无二心，可以说是忠心耿耿啊！私上木谷寨，朝见朱由榔，反击昭然。来啊，有，给我拿下此贼！吴三桂，是你！你先背叛了大明，投靠了大清，难道现在你又背叛大清吗？哼！你死到临头还敢嘴硬！来啊！ 有，给我诛杀此贼！啊！放箭！王爷，孙敏宗已经出园，前往木谷寨。讨逆檄文备好了吗？已经备好了。安排人马，待木谷寨有消息传来，随我前往木谷寨，向孙敏宗大营宣告讨逆檄文。是。
停！停！嗯？哦，哎呀，不错不错。好，请坐。皇上驾到！你们这是？皇上有旨，众位平身。南王，入座吧。孙敏宗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你竟敢背叛我大清朝！我什么大清小清的啊？你今天就是孙敏宗献给大明朝廷的投降见面礼。孙敏宗，你这个奸险的小人！钦差大人呢？这是他们降我大清。哦，不，是大清降他们。哎呀，钦差大人呢？这是他们的离间之计。孙大人，再不必演戏了，我就带你动手吧。皇上，你诱我上寨，是不是要我帮你抗清复明啊？明明是你自己上寨见朕，怎么成了朕用你上寨啊？谅你也不敢诱我上寨。朱由郎，睁开你的双眼，往山下看看，满山遍野都是我大清的人马。别说是山下的千军万马，就是我领上来的这1万人，就可以把你这小小的木谷寨踏为平地。朱由郎，识时务为俊杰，我看你还是乖乖的把玉玺交出来，投靠我大清吧。哈，这是什么话？南王，你也不用再欺瞒他人了。是你亲自把满清的钦差押上寨来，并把平西王妃当作人质押上木谷寨，按约里应外合，共歼清军的。时候也差不多了，把平西王妃押上来。带平西王妃。小菩萨，你，孙敏宗，你。孙敏宗，你暗通明朝君臣，叛逆大清，你不得好死！
王妃啊，你看，我大清官兵还不速杀此贼！杀！住手！这是敌人挑拨离间，万万不可中计呀！本妃是敌人吗？方才你们也都看到了，是他向大明皇帝跪地称臣，是他指使杀我钦差，这不是叛我大清又是什么？王妃啊，你看我给你解释解释啊，还不赶快给我动手！住手！在朕面前，竟敢如此大胆！把他们统统给我拿下！杀！把他们押下去！皇上，这些清兵，都应该砍头啊！父王，万万不可相信朱由榔！你。皇上，我投靠清廷只是缓兵之计，我对皇上的忠诚苍天可见。行了，朕不是小孩子了，你本罪不容赦。但今天，朕放你一马。去吧。谢皇上不杀之恩。皇上，皇上不能放过此贼呀！皇上。钦差大人，皇上，两军交战不杀来使，你放心的走吧。来人呐，给钦差大人备马。谢谢皇上，谢谢皇上。皇上，皇上，各位大臣，随朕到寨外，朕让你们看场好戏。阿弥陀佛。圆圆，王爷是想下令向前，我眼下能不向前吗？可前面是无边的苦海呀。我也知道，狡兔一死，走狗必烹。可是如果我放走了朱由榔，朝廷能放过我吗？王爷不是已经向朝廷禀明，孙敏宗叛变被诛杀？难道其中就不会有波折吗？是啊。请王爷取下令牌。取下令牌，下令3军退回昆明。退回昆明。王爷可向朝廷奏明，因为孙敏宗叛变，使清军损失惨重，希望朝廷能够增派军队和粮饷。这样的话，即可击退叛军，又可追杀永历君臣。谢谢师太指点迷津。哎，王爷，还需派人暗送粮饷给永历君臣，让他们在从善峻岭中尚能生存。那你的意思是？王爷难道忘了，五省经略洪大人
送铜铁时留下的口信，不可使云南一日无事啊！圆圆，幸亏你提醒，教头村猎狗就不会死。阿弥陀佛。皇上，林将军，吴三桂退兵了吗？尚未退兵，皇上，但是有吴三桂派的密使来见。难道吴三桂要背叛木谷寨盟约？那倒不是，吴三桂的意图确实让人难以琢磨。他派遣密使来的意思，是让我君臣过盈江，前往颍水城避难。要我君臣前往颍水城？请皇上预览。吴三桂密函所言，倒颇无恶意。那依卿之见呢？依微臣之见，吴三桂信函中所言，也是有些道理的。这滇西边境地形复杂，林茂山险，我君臣就在颍水城一带养精蓄锐，等待时机。待靖王李长生人马来到，我君臣即可重振旗鼓，抗清复明。这吴三桂心地险诈，难道是小仆子说服了他？这孙敏宗可真是个反复小人。当初他献出滇桂地图请降，臣就说此人是出了名的奸雄，不能重用。可范文成和洪承畴一定要奏请皇上封他为梁王，还让他带兵10万南征。当初他调戏平西王妃，激怒了吴三桂，起兵反叛。现在这逆贼又要搅得我大清天下不宁了，此人实在是该杀。朱由榔君臣真的逃向颍水城了吗？据吴三桂奏报，朱由榔君臣确已逃往颍水城。速速下诏给吴三桂，命他派特使前往颍水城，向其城主传朕旨意，让其快把朱由榔君臣抓捕归案。若不听我大清朝廷旨意，与朱由榔君臣相勾结，我大清朝廷绝不轻饶。臣领旨。吴三桂奏请增派人马粮饷之事，军机上议过了吗？臣正要回奏皇上，增派人马粮饷援助平西王一事，尚容稍缓。稍缓？我大清眼下真正的强敌已不在云南，而在福建。郑成功又领兵出福建北伐了。议政处得到密报，郑成功已聚集闽粤兵马、水陆军兵达10万之众，在厦门适时出征，其军已过阳底山。阳底山？阳底山？这不是又将攻入广东境界了吗？郑成功的先锋部队已经攻克潮州，郑成功下令众军务必要在7月10日他的生日攻下广州，为其贺节祝寿。郑成功如此猖獗，更担忧的是旧名鲁王朱以海的大臣张煌言，也领兵10万在浙江绍兴一带起兵，响应郑成功挥师北伐的号召。如果对郑张2人的逆焰不全力以赴予以扑灭，又将引发遍地野火，为我大清社稷。江浙竟也附逆谋乱，故此臣等以为追剿朱由榔君臣之事，与此相比已有缓急之分。对吴三桂的奏请，容在平定郑成功、张煌言后再议。眼下指命吴三桂之军驻守云南，严防永历朝残余再与郑成功、张煌言遥相呼应，不可再起事端。我大清已经定北京16年了，可这天下
可这天下仍大不安宁。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，来人呐！宋家的大臣和内侍中，难道就没有一个懂医道的吗？母后，本来还有一个太医，可离开昆明的时候冲散了，剩下几个稍懂医道的，但也不敢贸然给太子把脉下药啊。再说，就算有了方子，这异乡荒野，到哪儿去找药啊？堂堂大明天子，难道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太子得了重病，无法救治吗？母后，皇上已经派王坤去想办法去了。太后，母后，我好难受。太子，太子，好。如果有个三长两短，我也不活了。母后，母后，你这样说，折杀太子了。跪着干什么？还不快去想办法！儿臣就去，儿臣就去。太子，皇上，饮水城主派阿莫管家来回话来了。他们肯让我君臣过河吗？这个，只让栾瑜过河。从这回信来看，饮水城主对我们君臣颇多疑虑啊。可吴三桂的大军威逼在后，我们已无处可退了。皇上，臣以为栾宇再滞留在饮水城外，处境十分危险。既然城主愿意奉驾过河，就请皇上、太后、皇后尽快过河吧。青石镇的肱骨大臣也应随栾瑜过河。皇上，臣请求与太子留下，不去饮水城。你要和太子留下？依眼下局势而言，城主其心不诚，我君臣放弃护军入城，若有变故，后果不堪设想啊！故臣请奏皇上，以太子托付于臣，臣奉太子去茶山辅军，一则可以以太子之令在外调度，与晋王李长生、延平王郑成功相呼应，使天下人尽知大明皇帝尚在行动，以便策划抗清复明大计。二来有臣奉太子在滇西，城主不敢擅起不良之心。此顾前虑后之长策，请皇上允臣所奏。朕就依穆国公所奏，带领太子去茶山辅军吧。是谁如此狠心要留下太子？母后，太后，不用说了，太子已经奄奄一息，难道还要把他送到刀光剑影中去受罪吗？太后，穆国公，当初你们各位大臣要扶持我儿监国，我和已故皇太后再三反对，就是因为知道有今天。这大明江山的兴亡由天命所定，不是人力强求可以改变的。城主既肯接纳我们母子君臣，就快些一起过河吧。要想留下太子，哀家宁肯死在你们君臣面前，也绝不应允。母后，朕阙下大臣为大明社稷，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。儿臣与太子为了社稷，自当身先士卒，垂范天下。穆国公所奏之事，事关大明社稷，希望母后不要以爱孙心情而误了大明之大事。你说什么？好，我误了社稷，我是大明罪人，那我活着还干什么？母后，母后，太后，母后，母后，太后，母后，母后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皇上请。
臣等恭送圣驾。皇上，饮水城主已经安排了侍女在屋内恭候，容阿莫先去查看。管家请。好，皇上在此稍事休息。穆国公，你看，这就是著名的饮水城吗？是啊。哎，听说这饮水城离腾越州不远，是大营江边重要的关隘。这怎么这连个这个城墙、街道什么都没有？对呀！马都督、宗主爷，你们有所不知，这饮水城的建筑不像我们京城的皇宫，有高墙相护。这里各城以日中为市，任由乡民交易。日落休市，人去市空，到那个时候，这里就成了一片荒野。哎呦，我原先还以为这饮水城一定是一座花花大城。当然了，和咱们京城附近的城市比起来，没有那么繁华。可怎么也没有想到，比昆明城还差劲呢。说的是啊。哎，穆国公，刚才那个名叫阿莫的是他们的管家吧？哎，他到那草屋里干什么去了？宗主爷，只怕从今天起，我等要明白自己的身份了。我们什么身份啊？逃难者。你简直是笑话！穆国公，我告诉你，我是大明朝堂堂正正的王公贵妾，而不是什么逃难者。我们绝不是逃难者，是大明朝的王公大臣。对，饮水城是滇边的一大去处，我家数代都与这里的城主有所往来，交换礼物什么的。自从中原战乱以来，我也很长时间没来这里了。这饮水城和被清兵占据的昆明比，可算是世外桃源了。我们君臣逃难来到这里，可不要再随心所欲了。哎，我不管我们到饮水城是干什么的，我们是大明朝的王公贵妾，我们王公大臣还是王公大臣，这一点我心里很明白，很明白。当然了，你提醒的也有道理，我们要预防不测，以免生乱。哎，别大惊小怪，咱们是干什么来的？咱们是随着皇上和太后到这里寻幸来了。对啊，寻幸啊，只怕是寻衅，自寻辛苦啊。那个什么阿莫管家到那什么草棚子里干什么去了？怎么到现在还不出来？是啊，哎，他不是向他们那个城主奏报去了吗？只怕那城主不在那草屋中啊，我得去看看。不在，这也太气人了吧！城主把这里的人全都带走了。这里只剩下奴婢和丽珠，要在这里伺候皇上和皇室宫眷。城主留下话，还叫阿莫管家也尽快返回府，不得在此久留。那运来的粮草和备账呢？城主让我们都叫人搬到草甸里去了。唉。那还有些肉食和蔬菜呢，供农婢们食用的还有一些。不得说了，来，你们赶快去烹制些出来啊！穿行的和走路一样，疲惫了一整天，饿坏了。是。任君啊，奴婢在。怎么还不见饮水城主来接驾呢？奴婢去问问宗主爷。不用去了，
母后，阿莫管家到前面的草屋去向饮水城主禀报了，我们稍待片刻吧。四郎啊，你看，太子又病又饿，这么拖延下去可怎么了得呀？要尽快让阿莫管家招来郎中，和弄些可口的食物，为太子治病充饥才是啊。母后，管家已去多时了，相信很快就会和饮水城主前来接驾的。你们看太子这样子，就不着急吗？母后不要着急，儿臣叫穆国公就去催促。去吧。管家，穆国公，十分抱歉，城主大人因病不能接驾，城中的头人也因公务不来了。城主大人病体沉重吗？不碍大事，只是旧病发作。哎呀，只有烦请穆国公、林将军，你们向皇上致歉了。不妨，不妨。一路劳顿，咱们快请皇上登殿吧。阿莫管家，此地离行宫不远吧？啊，这就是行宫啊。皇上，这里就是行宫。啊，这什么？我们虽然是临时来这儿，也不至于连像样的院落也找不出几间供我们驻跸吧？啊，这几间茅屋能做皇上、宫眷、文武大臣们的住处吗？阿木所说，这里是我们暂时的驻地，还是就是朕的行宫？启禀皇上，阿莫管家说，这里就是行宫。四郎，我们母子绝不能在这茅草棚里驻跸，让林兴师和穆国公准备车马，我们还是回云南去。太后，回去是死路一条啊！死也要维护我大明皇室的体面。住进这茅草棚里，我们不就成叫花子了吗？太后息怒，皇后说的是啊。眼下靖王尚无消息，返回云南确实是死路一条。为了抗清复明大计，我君臣暂且在这里休养生息，待靖王、秦王之师前来接驾，到那个时候再回云南吧。母妃，我难受。太后，太子再也经不起颠簸了。为了太子，就先住进草甸吧。请太后、皇上、皇后陛下、太子殿下用膳。哼，母妃，你我母子总算平安来到了这里，您老人家也不用太过忧虑了。四郎啊，母妃今日才明白，亡命天涯苦不堪言。要是早知道会有今天，母妃不如一死了之，免得遭罪呀。唉，这都要怪朕无能啊。当初在肇庆，屈十四和万夫子等文武大臣要辅佐我儿继承皇位时，大太妃娘娘就说过，儿臣不具备帝王的才干，希望不要挑选你做大明的皇帝。要知道，崇祯皇帝，他也算是一位很有才干和魄力的君王了，可我们大明朝还不是在他的手里败坏了。娘近日也常在思虑，我们大明朝啊，只怕不是靠有位英明的皇帝就能振兴的。母妃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母妃的意思是，冰冻3尺，非一日之寒呐。冰冻3尺，非一日之寒。
皇上，我们大明朝廷原本一统天下，天下之兵是我大明的兵，天下之将是我大明之将，天下的百姓也是我们大明的百姓。可是为什么李自成、张献忠这样一些毫无根基的人，居然可以登高一呼，天下响应？转瞬间，我大明朝的官民百姓就变成了我们大明朝廷的叛逆和敌人。这种事只靠一个皇帝的魄力和才干能阻止吗？啊，我看是万万不行的。母妃教训的是，儿臣近日来也在思索这件事情。清廷拥兵只不过20余万，我大明虽历经战乱，可清兵入关时，我大明朝尚有兵力上百万。可为什么屡战屡败，直至今日这个地步？究其原因，儿臣自当难救其罪。可是，如果崇祯皇爷健在，我大明天下会是什么境况呢？母妃说句不大敬的话，只怕也未必呀。母妃，真有天命吗？自然。如果天命确定，不再辅助我大明，那今日我大明君臣的所作所为，还有什么意义呢？可是，身为大明皇家子孙，如果朕不去抗清复明，又怎么对得起朕的列祖列宗？苍天在上，朕又该如何去做呢？皇上，你要多加保重，不要想那么多了。太子觉得身体怎么样了？稍事退了，只是还不能进食。苍天哪！请把所有的罪孽都加到我一个人身上吧。哎，干什么干什么？哎，简直是没有规矩！这是大明朝的皇上，立即退回去！你稀里咕噜什么？放我！必须回去！不得无礼！必须回去！皇上要出去到林子里散步，让开吧。没有城主的命令，谁都不能离开朝殿。穆国公，他说什么？他们说，没有城主的命令，我们君臣，无论是谁，都不能离开这草甸。皇上，还是穆国公说的对呀，这哪里是派兵来守护咱们呀，明明是看守咱们呀！皇上，看来我君臣不能在这草甸里住下去了。是啊，皇上，依我看啊，饮水城主那老儿没安什么好心。依朕看来，这饮水城主如此行事，只怕是清廷大军已到了饮水城附近。依臣看来，饮水城主如此对待皇上，与清廷有关，但又不全然与清廷有关。哦，如果饮水城主慑于清廷之威，他们直接把我君臣送到清廷手中就是了。为何留兵看守我君臣，又要在大营江畔沿江布防呢？那说不定饮水城官兵是为了防备靖王呢。那不正好也证明了有忠义之士前来这里接驾了吗？对对，那依卿之见呢？要设法找人逃出这里，
渡过大营江，寻找晋王，叫他速来救驾。哎呀，这怎么可能呢？你没听那个当兵的说了吗？他们城主有令，咱们君臣无论何人都不许离开这草棚子半步啊！对呀，这草棚外边全是当地的官兵，那咱们出去不是送死吗？与其坐以待毙，不如死里求生。穆国公、林将军，臣在。马上想个对策奏朕。是。我们已来到大营江边，皇上被软禁在江对岸。现在皇上一定盼着我们前去接驾，但是江宽水急，一时又无法筹集船只。王爷，你看这该怎么办呢？啊，虽然船只一时难以筹集，但应想出其他办法过去。据林将军派来的人报，大营江对岸沿江已被营水城城主下令封江，要想强渡实在不易。难道只有求水渡江这一办法吗？但是这么宽的江面，这么急的江水，官兵们能游过去吗？皇上身处险境，本王就是求水过江，也要带领3军过江救军。求水渡江，用不着，用不着，用它。对呀，扎竹筏呀！是啊，不出10日，我2万人马所用的竹筏就会全部扎好。是啊，这倒是个好办法。我阿卡人个个都是扎竹筏的高手啊！玉娘、玉芬，咱们到关下教官兵扎竹筏去。好，那就有劳老弟了啊！那我们先去了。好，拜托了。玉娘，玉娘，玉娘，哎，这些日子你是没白没黑的奔波劳累，又生着病，快歇会儿，快歇会儿，玉娘啊！爹，我没事啊。还说没事，咳嗽的都直不起腰来了，快把这药喝了啊！快喝了。爹，你就别担心我了，多喝点药就没事了。你这丫头。谢谢爹。爹，你说我们好不容易才知道营水城主把皇上安置在草甸，你说他们在那里住的好不好呢？哎，阿卡姑娘长大了，自己心里想的和嘴里说的可不大一样了。爹，你说什么呀？听不懂。我阿卡寨的凤凰，当爹的能不知道女儿的心思？你呀，日日夜夜思念你的仙坡哥哥啊！爹，我真恨那些互相伤害的人。为什么他们不把兵器拿去打毒蛇猛兽，却要伤害自己的同伴呢？如果全天下的人都像我们阿卡人，那该有多好啊！一同种庄稼，一起打猎，然后再把食物和猎物归大伙儿所有。在太阳下劳作，在月光下跳舞，彼此之间只有关心和照顾，没有计算和仇恨，更不会为了什么这个朝那个朝而互相残害。如果彼此之间只有爱，那该有多好啊！是啊，只有爱，那该有多好啊！爹，孩子，不要哭了。
哎呀，憋死我了！哎呦，哎呀，退回去，退回去，退回去！你们说这些话，我早就听腻了。我告诉你们，你们一天到晚呢，一刻不停地盯着我们。退回去！退回去！退回去！我想问问你们，你们难道就只会说这2句话吗？就这2句话！退回去！我求求你们了！退回去！从小到大，我只会控制别人的自由，自个儿从来就是自由的。我求你们让我走到江边上透口气！哎呀，我求求你们了！退回去，退回去！把他拖回去！把他拖回去！快！哎呦，你们干什么呀？你们干什么呀？你们这是干什么呀？哎呀，哎呀！哎呀，我要透口气呀！你们回来！皇后和太后都病了，你给我安静一会儿吧。什么皇上的？我们已经连透口气的地方都没有了，这过的什么日子？我告诉你们，我是大明朝的大都督，王公大臣，我要过我的王公大臣的日子。马上说，你给我安静！要我安静也行，好啊，我的任督人。我记得以前你是咱们贵王府舞姬的领袖，虽然现在嘛上了点年纪了，可是这身上的小身段嘛还是不错的。你跟本尚书跳一段凌波舞。本尚书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？你还说些什么呀？我说的话你没听见吗？我让你跟我跳一段凌波舞，你没听见吧？马尚书，你知道咱们现在过的是什么日子吗？寄人篱下的日子。你威风什么呀？兵力2部，你算个屁呀你！你这个任督人还反了你！什么东西啊你！你放开我！你还打我！你放开我！打！马金香，你还敢打？马金香，你干什么呀你？马金香，你干什么你？哎呀，你要干什么？马金香，任娟，他把你怎么样了？他疯了他！怎么了？本尚书在教训他。你教训他？对啊，我让他给我跳一段凌波舞，他竟敢不听我的命令。我在替宗主府在教训这个小贱人。轮不到你，教训他是我司礼监的事儿。你要教训，回你兵部吏部教训你的人去。你明知道我兵力2部，就剩我一个孤家寡人了，你这不是诚心在挖苦我吗？你知道你是孤家寡人了，就跑到我司礼监来教训人，轮不到你，轮不到我。我一个尚书，我教训这个小贱人，难道还不应该吗？咱们找皇上评理去。打！不去，我就不去。明着的，我跟你走啊！你算什么东西？哎，你这个老王坤老烟狗！嗨，你骂谁老烟狗？骂你呢！你竟敢骂我！你骂我！你呢？我就骂你呢！嘿，你敢？咱们找皇上评理去！哎，你再不闭上你的马嘴，我就把你在后宫干的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全给你抖了出来，让你小子吃不了兜着走。哎，你信不信？我不信，不信，你瞧着呢。靖王，这1个月来，吴三桂的兵马离开昆明，已逼近大营江。我想，如果我军要抢先渡江，仅靠竹筏怎么能够越过密密麻麻的大营江中的水庄啊？哦，老寨主的意思我明白了，你是想带领人马绕道避开江中水庄，然后偷渡浅滩进入草甸，一举救出皇上。正是如此啊，靖王。老寨主啊，我即带人马去大营江，与那里的大军会合，然后绕道渡过浅水滩。你带小队人马化妆求渡大营江，然后潜入草甸迎接大军救驾。好。父皇，万先生最近告诉儿臣一首歌谣。什么歌谣啊？父皇听了歌谣后不要生气，
告诉父皇，中书随地有，郡都满街走，奸计多如羊，直房见如狗。实在是崇祯皇帝封官太滥，这也是一大弊端呐。弊端何止此啊！顾崇祯皇上疑心太重，在位17年里换了50多个宰相，连一心抗清、屡立战功的兵部尚书袁崇焕，也被怀疑是私通后金，遭凌迟处死。太子啊，这些话您是听万夫子说的吧？他是个疯子，别听他胡说八道。老王坤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是一句逆耳之言都听不得。以前咱们就是好话听得太多了，才到了这一步。皇儿，放心，继续往下说。是，儿臣在大内田亩档案里看到，天下庄田，皇室王府就占了总数的1/10，军队占了2/10，可百姓只占了1/10。如果以人口计算，天下只有1/10的百姓拥有土地，其余9/10变成了无家可归的流民，他们衣食无着，迫于饥寒，最后变成了反民。其实，这些反民，以前也都是我大明善良的百姓。实在是朝廷横征暴敛，才迫使他们和李自成一起打进了北京城。惨痛的教训，教训呐，教训！皇上，臣有急事奏报。奏吧。咱们随从10多人已经断炊数日了。我的国舅爷，这些事儿不要惊扰皇上，咱俩从长计议。哎呀，宗主爷，那你就快点想法子呀！你能想出何种办法？这事儿你我从长计议吧。从长计议，这人是铁，饭是钢，一顿不吃饿得慌，怎么从长计议法啊？你也不是不知道，咱们宫中要变卖的东西都变卖空了，你我又能想出什么办法来呀？马上说，我这……哎呦，宗主爷，你也不是不知道，我这个空头尚书连你都不如了啊！皇上，微臣手中值钱的东西都已经变卖空了，唯独剩下身上这几件破衣烂衫，那些商人们是根本不要的。他们看中的就是金银财宝、珍珠玛瑙、翡翠玉石。可这些东西，这些年来咱们都已经变卖空了，都把它卖了换粮食填饱肚子了。玉啊，哪怕是一小块儿，就像微臣手上的这块玉，都能换3天的口粮啊。玉，我有啊。有就好，这些天咱们就有救了。王坤，随朕来。皇上，王坤，玉玺呢？我在。
皇上，皇上，皇上。皇上，大胆！你竟敢抢皇上的玉玺！不是宗主爷，皇上想把他的玉玺。皇上，这万万不能啊！皇上，皇上，万万不能！皇上，求求你了，皇上！从永历元年到今天，已经15年了，整整15年。才让朕明白了一个道理，就是没有民，便没有君。这就是民为贵，而君为轻。君与民相比，都是民更重要。这玉玺与人命相比，更是微不足道。皇上，万万不能啊！皇上，不能啊！不能！皇上，皇上。你怎么把玉玺？父皇，你不是对儿臣讲，让儿臣对待这玉玺要像生命一样爱护它吗？这是为什么？父皇，你说话呀，父皇！是啊，玉玺是传国之宝，是皇家权威的象征。这270年来，我大明朝就是靠着它号令天下。威甲四海，八方来朝，万民俯首。可是现今，我大明一无土地，二无人民，这玉玺又能向谁发号施令？一个不能发号施令的玉玺，与一块石头有何异？留着它，又有何用？马季祥、王坤，你们不是说有一小块玉就能换回3、5天的口粮吗？现在这里有这么多，拿去换吧，拿去吧。皇上，这是大明的命根子呀！皇上，皇上，与其守着玉玺饿死，不如把它砸碎了，换取我们的生命。只要我君臣还在，靖王就一定会来救。王爷，于老大，你怎么了？啊？这怎么了？军医，王爷，还有5天，吴三桂就要进入饮水城了。夏姑娘让我告诉你，赶在吴三桂到达饮水城之前接回皇上。怎么？皇上甚危，事不宜迟，众将听令，在，立即拔营，秦王救驾。是。王爷，您的身体。秦王救驾才是本分，下令马。是。众将士，把渔夫抬到马上去。不，王爷不，救皇上，快去救皇上，不要管我。好，你们几个好好照顾老爹，有什么事情我拿你们试问。走。
老爹，老爹，你们快去救皇上！皇上，我尽力了。老爹，老爹，老爹，老爹！